好了，各位聽友，大家好啊，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小體會哈，就是毛延丽同學的體會，他也是一個問題哈。他說感謝李老師的開心通肺的這個方法，我做了有半個月了，非常好啊，他感覺这個非常好啊。但是呢，說我意念啊，說有气，说混元气從腳心向上到百會，再從百會到涌泉穿過。是這樣想對不對哈？行不行？他這樣問呢是因為什麼呢？他說有時候我覺得血壓不穩定，不是我用意念用錯了吧？注意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啊，就是只開心通肺，吸氣呼氣，吸氣呼氣，或者反过來这樣的時候，最好是不要用什麼特別的意念啊。我再次說一下這個問題啊，就是你做就是安靜的做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啊，就這麼你認真的做，你做整個動作一起來，然後一松下來，你松下来了自然就下去了，不用再多想那麼多。但是你要想的話也可以，想就是很輕鬆的想就行，不要太過，就鍛鍊的时候那種意念不要太執着，太多了太重了，这就不好了啊。你想太多了，你光是想着往上，可能你就引起你气机的一些不平衡。这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认真的安安静静这样去做，他做了之后自然的他就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你在做的时候，比方你往那一起，你意念本身也起来了嘛，你看一落，你的觉知力也下去了，就是那是觉知，而不是头脑中那个想多了不好啊。他锻炼的是最好是不想，就是那种感觉就可以了啊。好，今天我们开始继续分享。今天要分享一个也是一个很特別的內容啊。說到特別也不特別，過去也講過這個內容啊。就是說從自己入手，在呼吸中體驗合一啊，呼吸中體驗合一。就之前我們就說過很多了哈，要讓這個合一啊成為可以活出來的現實。就是我們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這個合一怎麼樣把它真正在生活中落實下去，活出來的現實。那麼能活出合一這個現實，最直接最平等的入口就是呼吸啊。在呼吸裡面是閉上眼睛，讓呼吸自然進行，就不是我在呼吸，而是呼吸自己在發生。就當我不再干預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啊，呼吸和你本是一體的，它是合一的。你從這個入口進去往裡走啊，人人都能夠進，他也不需要任何準備，也不需要什麼條件，需要怎麼樣去合一。你有一口氣在，你就能從這裡開始。你慢慢發現哦，你和呼吸是一體的。大家注意啊，合一一定，當然它是個概念，但從鍛鍊來說，你要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上。哦，說人身心是合一的，什麼是合一的，那遠遠不夠。那你做學問可以，你要作為修煉啊，要修煉自己的身心實修，那是不夠的。所以這個合一，你一定自己要去體會到，實證到那個一。你可以從各個角度去實證，後面我們還講從吃飯呀，從各個方面去實證。但從呼吸上，你慢慢練，那個合一不是說我想我吸氣呼氣合一，這個也是合一，是嗎？是你的頭腦你的思想和呼吸合一，但真正的合一不是它，不是，就呼吸和你自己內在那個難以言說的那種狀態。哦，你體會到哦，原來呼吸和我自己和內在這個自己，它是一個，那是一個。所以我分幾個小題跟大家說。第一個小題說，當我退出，呼吸自己發生，就讓呼吸其實就是把我讓出去，我退出去。平常的鍛鍊我們習慣了什麼呢？說我在呼吸，這也很好啊。我在呼吸，過去我也講這我在，就把精神能拉回來。我在吸氣，我在呼氣，我要呼吸要深一點，要慢一點，要細一點，等等吧，等等，這也讓你的精神能集中起來。但這個我要一直在場，一直在指揮，一直在評判，那這時候有時候就對，從往更深處走就不合適了。評判什麼？要這口氣
哎呀不夠深吧，哎呀，对吧？你会评判。是当你让呼吸，连这个评判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时候你突然之间进入一种境界，大家注意，真的是突然之间，它不是说循序渐进，就一下子，就那个状態變得不一樣，它是一下子的事兒，一下子的事兒。突然你發現那個我在評判的我，在控制的我走了，散了，就不是我在那呼吸，而是什麼？呼吸自己在那發生。它無論深還是淺，還是長還是短都沒關係，關鍵在什麼呢？就那個一直在控制，一直在評判，那個我暫時退場，沒有人為的干預，呼吸什麼呢？如其所是，哎，自在的來了，自在的走，自在的變化。這就好像無波的水面第二個小題覺知自現。就當我不再干預了，我不再干預，我走了，這一點大家一定要，我反覆說過很多次這個就像一池清澈的水，沒有人攪動，不攪動，沒有波了，它自己就平靜了，平靜，我成一面鏡子了，哇，天空就照進來了，天光雲影，哇，裡面顯現出來，那個我也是這樣，那個我一直在那攪動就那個一直喧囂的內心，你就不能平靜。當我退出之後，哇，那個覺知自然就清明了。你不再是說努力去覺知，你因為一努力它就有波浪了。所以那個我退出之後，你不用努力，覺知一直在那兒，清明的。就那個覺知是一直在那兒的，只是我也在那擾動，但覺知想不出來。就這個時候大家注意，你會能體會到那個呼吸它就在覺知中，覺知呢也涵養在呼吸裡，它是一個。它這個難以言說，用語言只能說的這麼樣的，它就是一個東西。你也說不清楚，說哪個是呼吸，哪個是覺知，哪個覺知，哪個是呼吸，它這是好像一體兩面，它就是一個。如果用語言去形容它的話，我就說呼吸是覺知的流動，呼吸在動嘛，覺知它不動的那意思。呼吸是覺知的流動，覺知是呼吸的背景。就呼吸是覺知在流動，這是覺知，覺知是呼吸的個背景，覺知就在呼吸一起的，呼吸覺知它是一個東西。那麼下面要講一個很關鍵的一點了，第三個小話題叫擴展自己。就那個自己是誰呢？自己是那個比我更古老、更智慧的生命本源。大家生活中經常會有這樣的話說：哎呀，我自己怎麼樣了？說手上破了，慢慢長上了，你不知道說，哎呀，這手自己會長。你吃進去東西了，這腸胃自己會消化，心臟它自己會跳。你看呼吸中有個自己，它自己會呼吸，腸胃自己會消化，心臟自己會跳動，血液自己會流動等等。那麼多自己，傷口自己會癒合。那麼腸胃、心臟、皮膚癒合等等，它是不一樣的，可裡面都有一個什麼？都有一個自己，都有一個自己。而且這個自己很有智慧，因為腸胃不需要你指揮，它自己會動，會消化吸收。心臟不需要你命令，它自己會跳。就說明什麼？腸胃看着就是腸胃，心臟它是不同的，可裡面有個共同的東西叫什麼？叫自己。大概想什麼叫自己？而這個自己是生命本有的智慧。在我沒有之前，在媽媽肚子裡你就有那個自己，所以這個自己是比我更古老、更智慧的生命本源。
開始它就有了。一個受精卵它自己會什麼分裂？誰讓這個受精卵慢慢变分裂成一個人的？誰讓的？我們就说它自己会做，不用你去管，就說明在一個受精卵那個時候就有了什麼？就有了自己。受精卵它自己会怎麼樣？而這個自己分裂成無數個身體裡面，它就好像分身法一樣，分到各個處都有那個自己。我說清楚一點，這一點大家也可能很多人沒這麼想過哈。那個受精卵它自己，那甚至在那之前，精子卵子它也有自己，合在一塊成一個自己。這個自己慢慢的，它自己会分裂，你也不用指揮它呀，誰管？自己管的。你看這個詞儿哈，自己管的，自己管的分裂，一個什麼分裂，哇，成了人了。动物也是一樣，它也有它的那個自己。那說到這，我們想现在孩子上學讀書或者幹什麼，老人怎麼樣，都有一個自己，那個自己是無比智慧的一個存在。所以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講的特殊的一個，特別要跟大家強調的。你看我這裡面都有太多的自己，手裡面有個自己，每個細胞裡都有自己。這個形體看起來各不相同，可裡面那個自己是相同的。那說到這兒，大家有沒有想到之前我們說過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這些眼、耳、鼻、舌這個不一樣，可那個覺是一樣的，覺是一樣的。你看呼吸，當你讓出我，呼吸的那個自己顯現了，它不是你的呼吸，它就是呼吸自己，是生命自己在呼吸。或者說是那個肺自己，當然它不单纯是肺，是整個身體的運動。说當你從呼吸的那個自己中，你深入去體會，你會發現，全身都有這個自己。腸胃自己運作，心跳自己有自己的節奏，每一個細胞都有自己的新陳代謝。所有的身體，每一個細胞，每一個部分，共享同一個自己。那個比我更古老、更智慧的本源，智慧的存在。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哈？就每一個細胞都在呼吸，就當這個自己，我身體都有這個自己被喚醒了，你會發現一個奇妙的事實，每個細胞都在呼吸。就像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說我媽媽說相信孩子，相信我。你說這個練呼吸呢，他那個自己起來了，那內在那個自己動起來了。別的我媽媽教給別人去練這個呼吸的深呼吸的時候，她說練這個，你說礙於面子我也練一下吧。她說那個我在那兒練，不是自己在那兒練。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它不是內在那個自己生命本源它在動，它只是我這麼試試吧，弄兩下它不弄了。就做的時候它也沒有那個效果，沒有那個性在，就沒有那個自己起來。所以你還要反覆琢磨，身體裡面還有這麼一個自己。要動起來的時候，鍛鍊身體的時候，我得讓這個自己起來，讓它自己動起來，而不是那個我在那動，他自己沒動。那有什麼效果呢？你就好像孩子學習，他自己沒學，家長老逼着他，那沒有用啊。他自己內在不起来，他自己動起來之後，你不用管，他自己就會學了。內在都有這個自己，就當這個自己出來之後喚醒了，你就發現一個很奇妙的事實，真的，每個細胞它都有個自己嘛，所以清楚沒有？都有那個自己。
所以這時候就不是想象，也不是引導，而是當什麼，不再用我去控制呼吸了。当全身精气神不再被六根牵扯，被六根牵扯就没自己了，你就会真实的感受到，一吸气，不单单是鼻腔在进气，全身的毛孔都在张開一樣，每个細胞都在吐納，在吸納。呼氣，全身在舒展，每個細胞都在釋放。真的，皮膚和空氣的接觸沒有內外的分別，也不能說外面是空氣，不是空氣不在外面，不是在外面的空氣，它就是你的一部分，你也不再是裡面的，你也是空間的一部分，就身體與空間的界限就開始模糊了。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就開始模糊了。就是說你和外面，說我有個外面，有個裡面，是你真正那個時候，你會發現你外面它就不清，就是那個界限就模糊了。當然你能知道，你還會知道，不是說完全你就沒有，你知道哦這個存在，但是你也知道哦它本來就是一個，就一個。是你這樣去做的時候啊，慢慢你体会到身心合一，人和空間是合一的。也就是當我徹底退出了，那個全身的自己都在呼吸，也就是全身都在呼吸，身和心就不再是兩件事了，都是自己。我說经里面都是那個自己，很有意思。你就要體會到，你就特別感覺到，哎呀，生命科學、生命領域還真是太美妙了。就當你往裡面去探索的時候，哎呀，你會覺得是個美妙的這種世界，太美妙了。你比什麼外在的東西好像都珍貴一樣的那種感覺。身和心不是兩件事，身體也不是說我的房子啊，心也不是我的念頭，身體就是心的顯化，心就是身體的覺知，它們是一體的。只是過去身和心被誰分開了？我的心，我的身好像把它分開，一個我一插進去分開了。我說清楚有沒有？這個是很有意思的，我把身和心分開了，它本來就是一個。所以過去我曾經講過，羅進熙先生老先生就講過，說精氣在心而為身，是身也，故身也，故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說靈之在身而為心，說是心也，亦身也，就心和身是一個，也是什麼呢？耳目口鼻四肢百骸。這明朝的羅進熙，他精氣，那就身和心，它本來就是一個。空間，人和空間呢也不再兩回事，你不再是什麼站在空間裡的一個孤島，說空間在這兒，我站在空間裡面。注意，這不是這樣的。今天講的這個特別強調這個，你就是空間本身，你在這，你就是空間本身，不是說我在空間裡。當然我們平常的說法是我在空間裡，其實你就是空間，空氣穿過你就像穿過一片空地，你就是空間，光落在你身上就像落在大地上，你与萬物共享同一個存在，就好像身體裡面所有的東西共享一個自己，這就是合一，是真正的合一。不是我和什麼合在一起，而是那個我消失了。不是那個我，那個我本來就從未分開過的一體啊，自然又顯現了。我說清楚一點，不是我和什麼合在一塊兒，而是那個我消失了之後，本來就從未分開過的一體顯現出來了。這點大家要清楚啊，不是我去跟誰合一，而是那我消失了，本來就沒有分開過的一體顯出來了。
說從呼吸開始，就讓合一啊就活出来。所以我们不必追求什么怎么高深的境界，还有特殊的什么等待特殊的机缘，遇到哪天出門遇到了个老神仙或者怎么樣哈，你就从这一口气開始，一口氣開始，閉上眼睛，讓呼吸自然進行，你也不控制，也不評判，也不干預，只是讓那個我怎麼樣，輕輕的退出，讓呼吸自己發生。在呼吸中要體會覺知和呼吸是一體的，在覺知中體會什麼呢？身體與空間是一體的，在一體中體會那個從未被分割的完整的自己。就你會發現合一的入口就在你鼻孔下面，就在這一呼一吸之間，它一直在那兒，就等你回來，它等着你呢，它從來都沒有拋棄過你。道不遠人吶，是人遠了道。真的有時候你體會到這個之後，你會覺得喲，這挺好笑，挺有意思，就好像這個大道在跟你捉迷藏一樣，它藏的並不深，它就在那兒藏的，就好像那個大人跟小孩捉迷藏似的，是吧？你藏的那塊並不深，並不難找，可是你周圍放了很多小玩具，小孩一去玩玩具的時候忘了找你了。我說過去也曾講過這個意思，忘了找你了。玩具太多了，他迷到玩具上去了，甚至說那個爸爸故意扔出一個玩具，告訴孩子我在這兒，我扔出來的。他一看到玩具玩玩具去了，他不知道去找他爸爸去了，捉迷藏去了。就是那個大道真的是這樣，就那個他藏的並不深，你看就看得見了，可是你不知道他就是他。我說清楚沒有哈？所以我們就體會身體覺知空間自己，你身體裡那個自己，它一直在，從來沒有被分開過。你這個自己從哪來的呀？大家想一想，我身體裡面，我手自己、腳自己、肚子自己，哪都有個自己。這個自己從哪來的？往回追溯到胎兒他自己，胎兒慢慢小細胞越來越少，變成受精卵，受精卵他自己。那個自己在那往找，你看就找這個自己，找，找到復育了，然後父精母卵，精子卵子他自己，找到那個本源上。人不就是這樣？你就找，原來這個自己來自大道啊。就好像整個虛空，你看宇宙，我們說宇宙，這個宇宙它自己會轉，太陽地球它自己，整個宇宙自己會運行，都有一個什麼？都有一個所謂自己。大的自己落到小的是那個自己，這個自己看起來有大有小，可是它的功能，它的體性，它是一樣的，一樣的。所以我們從哪兒來的呢？從自己那兒來的，最終又回到哪兒去呢？還得回到那個自己上去。你也可以說是有個大的自己，小的自己，可以這麼去理解它。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我們自己那兒來，從自己的自己受精卵，自己都自己那兒來，自己越來越大，最終慢慢自己怎麼樣？你衰老，誰衰老啊？自己衰老，死亡，他自己死了。慢慢現在不火化，慢慢的溶解，也是自己什麼化歸塵土了，都是自己，這一切的過程全是自己，全是自己。所以遇到什麼事兒，你不要去怪別人，不要說別人怎麼樣，社會怎麼樣，什麼，全都是你自己，一切的運作都通過你自己。你自己糊塗不糊塗，自己清明不清明，
自己努力不努力，全在那个自己上。有了这个自己了，真正找到这个自己了，即使你没有真正说见到这个或者是体悟到这个自己，你就道理上理解这个自己，对自己就已经是很有作用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继续，我们来锻炼啊，好吧，大家先坐好啊。好，大家放松啊，好，安静。就平常我们都在那个我里面，在那个主观世界那个我里，那我松開了，讓開了，那精氣神回來了，沒有我的牽絆，那個自己，全身各處那個自己又整了。於是呼吸，自己會呼吸，呼吸有它自己的節奏，心跳，自己會動，全身各處每一個細胞自己新陳代謝，經絡氣血自己運行，是自己坐在這兒，是自己靜靜地坐着，那個自己呀，從來不像我那樣吵吵，它是安靜的，從現在這麼大的一個自己，這個人在這兒，你往回追溯到你的少年、少兒、嬰兒，你身體變得小了，
那個自己依然在，都有那个自己。到胎儿，到那個受精卵，都沒有你之前那個空的，那個虛空，他自己從那個虛空的自己中而來的自己。所以你自己坐在這兒，其實就是坐在那個大的虛空自己之中。因為那個自己，你和天地虛空合一，而似乎每一個自己都從虛空那而來。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根，那個共同的自己。事實上，萬物眾生都共有那個自己。沒有他人，只是自己。或者說，沒有人在這兒，只有自己在這兒。
那個我完全不要參與，體內的氣血呀，等等，自己會安排，自己會變化，你只是讓出去，那個我讓出去，說順其自然。你会感覺体内的氣，它自己知道該往哪兒走。那個我不知道，你要指揮的話，就是下指揮，所以主動退位，將身體、生命交給他自己。
安靜。请大家自己站起来。自己梳理。
身體自己，內臟它自己，皮膚自己。所以這個自己呀，沒有內外分別，它整個天地虛空自己本來就是合一的。說合一，還是我們常態的思維，它本來就是一個。所以只要身體自己在呼吸，它就一定聯繫到整個天地虛空這個自己，屬於所謂的體呼吸呀，它是很自然的，就是自己在呼吸。只是我們頭腦中那個我，有了一層皮膚包裹內外的這種分別的感覺，所以我拿掉了，我讓開了，自己呼吸，它就自然的是那種所謂的體呼吸，那種完整呼吸。胳膊上有自己，腿上有自己，前胸後背，頭皮腳掌，處處都是自己。只要自己在呼吸，它就是整體的呼吸。
安靜，爱會上來，身體慢慢直起，腳慢慢合攏，手緩緩下落，自然下垂，敞開心胸，張開懷抱，不是我去敞開，身體自己將所謂那個我自己那個自己和整個天地虛空那個大的自己相融，回歸，齐平。所以那個愛的奉獻呀，它不是奉獻，只是回歸，回歸那個大的本體，渐平，回歸那個本源，返本，歸元，無數個自己其實就是一個自己。到了头頂上方，停留一個呼吸者，慢慢下落，額頭、面部、慢、胸、指腹、
小腹，双膝软，腹归婴兒。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轉掌，頸椎的後側慢慢上升，是命门。点按，注意啊，雙膝軟，腹歸嬰兒，整個身體啊柔若無骨。經腳外側，手敷於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轉掌，經腿的內側慢慢上升，到肚臍，點按，兩手重疊在肚臍上，靜養。大家沒事兒就用心啊，去琢磨琢磨那個自己，手他自己，腳自己，全身那些自己，沒事去琢磨去悟啊，一定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收穫。好了，今天我們就談到這兒，謝謝大家。